是对我没兴趣吗？宋浩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，父亲是建委的正式职工，母亲是个没什么主见的家庭主妇，一家人的日子平平淡淡。因为学习成绩优异，宋浩早早就获得了大学报送的资格，然而这个名额却被他视为好兄弟的李唐取代。至于为什么临时换人，很大概率是因为李唐的父亲李卫国是本市市长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宋父宋建飞当即便冒着雨出了门，他前脚刚走，宋浩也骑着自行车追了出去。宋建飞来到市委大楼要找李卫国讨个说法，却被门卫告知李市长刚刚离开。等他赶到李卫国家的小区，却看到儿子急匆匆地骑着车离开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宋浩来找李唐想要问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没想到却意外进错了门，倒也不能怪他。宋浩没来过几次李唐家，况且这些房子还长得一模一样，邻居家的房门又恰巧被大风吹开，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？但这次的巧合却是宋浩半辈子噩梦的开始。他走进房间，大叫着李唐的名字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。准备离开时，和房子的主人撞了个正着，这人又是个酒蒙子，他怒骂宋浩是小偷，二话不说就上前和他扭打在一起。宋浩挣扎着摸起地上的水果刀，扎进了男人腹部，随后狼狈地爬起身，落荒而逃。不知道第一名的脑回路是怎样的，这种情况下报警是最好的选择，可他却偏偏选择了跑路。当然了，如果报警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。宋建飞看到儿子的身影后有些奇怪，于是便走进他出来的那扇门，发现了浑身是血的男主人。男主人告诉宋建飞，刚才有个学生捅了自己，请他帮忙叫救护车。宋建飞表示那是自己儿子，这大哥瞬间来劲了，指责宋建飞生的什么儿子，还扬言要弄死父子俩。结果显而易见，大哥死于话多，被宋建飞补刀送上了西天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要说这父子俩还真是一脉相承的大聪明。本来简简单单的事非得杀个人，咱们姑且将它当成故事的引子，就看接下来的剧情会不会给观众惊喜。事发之后，父子俩一前一后回到家，还没等平复心情，就接到了李卫国的电话，邀请父子二人吃饭。宴会大厅座无虚席，宾客们都为祝贺李卫国的儿子被抱送而来。李卫国则在席间祝贺宋建飞马上就要升任办公室主任。宋建飞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李卫国是用生前来交换儿子的保送资格。男人的尸体很快就被发现，警方也随即开始立案侦查。宋浩得知这个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以为自己真的杀了人，殊不知是亲爹补的刀。惊恐不已的宋浩当晚便收拾行囊远走他乡，从一个前途光明璀璨的优秀学生沦落为四处打零工度日的社会人士。那时候刑侦技术还十分落后，这起杀人案也始终没有东窗事发。15年时间转瞬即逝，宋浩接到一个电话，长久的沉默过后，他决定返回家乡。下高速口时，宋浩无意中被老同学潘小双认了出来，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潘小双看起来十分开心，宋浩的心情却跌到了谷底。那通电话传来的是母亲的死讯。阔别今年，宋浩回到家乡，没有预想中的水深火热，一切显得风平浪静，就好像那宗命案从未发生过一样。彼时宋建飞已经给宋浩找了个年轻的后妈，两人还有了一个5岁的儿子，起名叫宋元。这亲爹的操作实在迷惑，自己把误伤扩大成杀人，也没有替儿子顶罪，也没有将实情告知，害得宋浩背上杀孽，良心不安了小半辈子，自己却反手娶了小老婆，生了孩子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宋浩不成才。参加完母亲的葬礼，宋浩来到孤儿院，当年的受害人还有个尚在人世的女儿呢，因为联系不到其亲属，他的女儿万小宁就被送到了福利院。宋浩跟这个女孩也算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候他还在襁褓里。出于愧疚等复杂心理，宋浩想了解万小宁的现状，于是便一路跟着她回到案发的老房子。这里已经变成一片废墟，施工队正在加紧拆除，唯独万小宁的家还屹立不倒。宋浩正出神之际，李唐却突然出现，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仿佛从未有过隔阂一样，亲热地搂住宋浩和他攀谈。这些年，李唐靠着父亲的关系，把控着本市的房地产生意，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天很快黑了下来，两人便互相道别离开。翌日，宋浩的跟踪被发现，万小宁拿刀抵着宋浩的脖子，让他把身上的钱交出来。宋浩问他拿钱做什么，女孩恶狠狠地说要去打胎，随后留下宋浩的号码扬长而去。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接受，在外人看来，宋建飞搭上李家父子后便混得风生水起，眼看就要退休，宋建飞也准备全家移民，当然这个全家不包括宋浩。宋浩识趣的离开，再次碰到了潘小双，对宋浩的那点意思全都写在脸上。为了多留宋浩一刻，他耍了点小手段，砸坏了对方车子的挡风玻璃，随后便提出一起吃个便饭。饭桌上，潘小双的心思再明显不过，宋浩却像根木头视而不见。这顿饭两人都吃得味同嚼蜡。夜深了，宋浩开着自己的破车将潘小双送回家。潘小双挑破了窗户纸，问宋浩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。宋浩婉言拒绝，潘小双失落地回了家。第二天，宋浩将车子开到了修理厂，修车的师傅让他等2天，玻璃还没到货。这时万小宁发来短信称要还宋浩钱，约他在游戏厅见面。宋浩对他心怀愧疚，
把那些钱留给万晓宁当生活费，陪他在游戏厅玩了一整天。宋浩回到家后，潘小双找上了门。宋浩直言自己对他没兴趣，潘小双直接来了个霸王硬上弓，宋浩哪里遭得住？于是乎两人打了一晚上扑克。第二天醒来，桌上是热腾腾的早餐，厨房里是潘小双忙碌的身影。这平淡又温馨的一幕，宋浩想都不敢想。他早在15年前就没了家，也没了家人。潘小双整理完厨房后就去上班了。宋浩有些愣神，汽修厂打来电话说他的挡风玻璃修好了，但宋浩却突然犹豫是否要离开，仿佛心灵感应般。潘小双也打来电话问宋浩是不是要走，走的时候帮自己买2瓶酸奶带过来。潘小双痴痴的等着，怕他来又怕他不来，最后宋浩还是来了，带着买给潘小双的酸奶以及一个我们结婚的请求。打直球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动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也很甜。后来一切都很顺利，顺利的结婚，顺利的怀上宝宝，顺利的拥有了梦想中平淡幸福的生活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但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，潘小双预产期在即，李唐却在一个深夜将宋浩叫了出去。他还提出要开着宋浩的车，这货一肚子坏水，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。车上，李唐主动将话题引到了学生时代，接着又说出了那个让宋浩为之震颤的秘密。李唐曾亲眼看到他从邻居家出来，自然也知道邻居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。这个秘密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，除了偶尔拿他来威胁一下宋父。今天也到了宋浩回报的时候了。说着，李唐便猛打方向盘，将车开进一条岔路，直直撞上了路边的万晓宁。他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除掉万晓宁，拆掉他家的房子。车是宋浩的，出了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在李唐的威逼利诱下，宋浩最后还是没有选择报警，找了个地方将尸首埋了，接着把车子开到了汽修厂。全都乱套了。15年前宋浩逃离了现场，15年后他再度做错了选择。尽管从未杀过人，但宋浩却好像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这个怪圈。宋建飞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他送走老婆和小儿子，将当年自己补刀一事告知了宋浩。宋浩得知这一真相后，灵魂仿佛都被抽干了。他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毁于一旦。更让宋浩无法接受的是，因为将车子送去了汽修厂，汽修厂被一把火烧成了焦土，老板也葬身火海。潘小双平安诞下一子，宋浩却被李唐拉上了贼船。这种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生活让宋浩无时无刻不想逃离，可惜他心里已经被上了枷锁。这些见不得天日的秘密将他压得喘不过气。终于，所有痛苦和压抑在某天李唐父子经过收费站时爆发。宋浩无视周围人的目光，拿起一把铁锨追上二人的车子，一通发泄后骑着摩托车疾驰来到码头。海风咸湿，就像他当初捅了人顶着大风跑到这里时一样。不同的是，这次警察和宋建飞紧随而来。宋建飞提出和宋浩单独聊聊，获得警察的允许后来到儿子身边。宋浩提出去自首，宋建飞埋怨他不该回来，他这些年一直被李家父子压着，好不容易要脱离了，结果又出了这么多事，活着实在没意思。宋建飞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扔在宋浩脚下，让他先给自己来个了断，这就是当年那把丢失的凶器。宋浩捡起匕首，下定决心似的走到宋建飞身边，最后叫了他一声爸，然后将匕首狠狠扎进自己腹部。宋浩用自己的命来了结这一切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警方的调查下，李家父子和宋建飞夫妻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最后，潘小双也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。他曾是宋浩的救赎，宋浩亦是他少女时的梦，但生活还是要继续，希望未来的日子风平浪静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